嗨，阿通，晚上好，谢谢你从澳门来接待我们，所以我给你一点，谢谢，给你一点乐意。那就是为什么给你一点奶茶呢？是因为我自己是从加拿大过来啊，所以我在加拿大长大的时候，就是我一直就觉得哇，奶茶很好喝，就是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就一直觉得哇，找不到，或者总算找到的时候要排队，还有就是要贵的要命，有时候要付10几多块加币，所以我每次回国的时候就觉得哇，解放。10几多块加币是多少钱啊？就是差不多5到60块人民币一杯。哇，那是很贵。是的。那你来到这边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可以，就我觉得像解放一样。我在国内的时候，我觉得就哇，每顿饭我都可以喝一杯，就是问题是我觉得哇，对身体就有点负担。是的，有点负担。不过你少糖就好了。是。那就是每天我在像蜜雪冰城、霸王茶姬这样的店在等着拿我的饮料的时候，我在想，我突然间想了一个问题，是主要就是每天卖了几百杯、几千杯的这杯茶，要有多少的茶叶来做？所以我这个有点好奇，你自己有一个就是一个答案，就是这个茶叶到底是会到哪里去？哇，你这个很少人会想到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现在拿到一杯奶茶也好，茶也好，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一个点，就是如果它是一个透明的一个杯子，你只看到茶水在那边，不会有人想到那个茶叶去哪里。这是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insight，是其他人想不到的。那也是当初我们在想象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东西去哪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所以我们做了一些调研，可能是我们从18年就开始做了，因为知道我们叫做新式茶饮这个市场，以前中国是空白的，它是完全只有一些我们叫做快茶的，用茶粉就是一些奶精去调配的一种奶茶。它的原叶茶这个东西还没出，这个概念还没出来，因为以前是在台湾或者其他地方已经兴起很久了吧。然后我们也看到中国的这个市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爆发点，因为以前对我们来说茶的文化也好，就还是停留在非常传统，我喝功夫茶，我这样子，但是没有跟潮流去做一个搭配。因为我以前是在台湾那边去读书的，那所以也知道珍珠奶茶是台湾那边带起的嘛，那所以就接触的比较早，所以就有这个概念啊，原来茶的文化是可以用这个方式去传递的，用比较我们平常的方式。那在茶饮那一边，我们现在有一个爆发期了，那它有一个确实的一个需求，它的需求，但是我们跟想象这个奶茶的背后一样，需求背后一定是它是有消耗的，所以这个茶叶我们会想它到底去哪里？问茶饮的朋友啊，通常以前来说都是当作是厨余垃圾丢的，是那为什么我们会注意到这个点呢？因为我们以前一直在做产品调研或者工业设计板块的，其实会想象很多它背后存在的问题，想要去解决，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些思考的模式。那所以这个茶饮乃至茶叶去哪里？那就当然去问一些朋友啊，因为那个时候很流行我们叫做加盟有一个品牌到了中国了，很多的朋友就会想着啊，这个是一个新东西，加盟对。那我也有一些亲戚朋友有做这个事情，会去他们店看嘛。那其实当初也没有看到太大的一个问题，只是刚好有一天我在他的店待着，然后陪着他到他下班，就是晚上下班就闻到有一些味道，那些味道是不好的因为我就问他是什么，因为是茶叶，因为他放可能1天2天这样子一起丢的我才看到都是茶在里面所以才开始想能不能把这个有价值的东西能够
能够再利用。如果是能够再利用，无论是在整个故事也好，在我们整个空间上面或者频繁闭环是可以有很好的我们叫做控制的动作，就是可以自己去生长的。回答你一个问题，如果是一家店一天卖1000多杯的，其实它的茶叶用量是非常大的。那如果它每天用的都是原叶茶的话，可能是50-60公斤，一定是有50-60公斤一家店啊。有些可能好一点的，可能去到100公斤。那主要看它产品的种类，然后它泡茶的浓度等等也会有影响。但是过往来说茶站是没有那么多的，因为以前现在每个店都注重品质，它需要原叶茶去做冲泡，以前可能是茶粉或者其他的代替物，所以现在的时代是有转变，才会衍生出有那么多不同的能够回收的物料。是一个城市，他们可能会有50到100家店，那因为他们布的网络很多嘛，你以前跟现在不一样。以前我们说我去到一条街上最多的店密集程度是便利店 7-Eleven 等等的那一些，但现在最多的店是奶茶店，你看它的密度那所以它整个产业链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是单一个城市，可能有一吨2吨左右啊，看它城市是广东还是在湖南等等不同的城市，因为城市大小它店规模不一样嘛。那所以整个流通，这个我们叫做流通的市场，都是在我们区域板块，它是可以对着就让消费者可以看到买得到的。这只是一个我们叫做前端的一个数字，但是其实还有后端的。后端它整个产业链，奶茶的加工就是茶的加工，因为我们还有瓶装饮料嘛，瓶装饮料也是茶嘛。你去到便利店，一定是有一个冰箱，它全部都是茶的啊。那一样，我们有这个市场上面的需求，它后面背后的消耗一定是非常大的。那我单说一家的瓶装饮料，可能是我买某茶的单城市，它一个工厂每天30吨起，那个量是大到难以想象的。那所以背后我们其实看到，因为中国始终是它是一个产茶量最大的国家，所以很多朋友问其实如果是回收这个茶渣，能不能追得上市场上面的一个？那我们也延伸出，除了是茶渣这个产业链以外，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产业链，它都有这个背后的逻辑。例如是女生是不是经常用化妆品？那它背后的做这个加工提取的工厂，它是不是有非常大量的植物？它非常大量的植物渣也会，但是我们平常是看不到的嘛，我们平常是不可能看到有那么多堆在那边，要真的去到那边才看到。还有我们平常在内地我们病了要吃中药我们中成药有很多颗粒，他们也是提取，也会有很多。所以我们 focus 的就是我们背后看不到的东西，我们希望它是有价值，它为你提供了一杯茶的价值，但是它除了这个价值以外，它还是有很多价值可以体现出来的。是的，那就用一个英语词来说，就是像you're making the unnoticed noticed，是吧？是的，真正就是我们想挖掘更多，它是有 value 的，但是我们是没有看到，希望这个 value 是可以带出来。那大家就会重新去思考我们每天看到的东西，哪一些是我可以再用我自己的 insight 再去思考的。是的。那就是你自己觉得你一直有这样的 mindset 吗？就是像你看到这个东西我看到有很多人就是好像
没关注到，所以就觉得哦，那你觉得这个 mission 就是我想把这个没关注到的点，可以让大家来关注到吗？这是我应该是说我们想到是我们想提出的问题，因为我们始终想到我们是希望去解决这个事情的，或是不是解决让改变吧，可以改变到这个问题。那所以我们提出来的，我们是希望是无论是它是在你眼前的东西，或是在背后的东西，它过往来说是线性的，我们说经济模式，那我们更注重是要提出是 circular economy， 它是可以一直 sustainable 走下去的，才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个比较长远的发展方向。那所以无论是茶渣也好，什么渣都好，我们希望它整个社会它是可以 zero waste， 但是它的 value 我们希望它是 full value， 是可以全部的价值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可以把全部的价值提取出来。那最后就是我们要做 closed loop， 要把这个 loop 重新再闭起来。那这样子在整个资源上面，它的效率是可以提高很多的。除了物质以外，我们的时间也是不可再生的，所以我们更加重视这种我们有时间限制而不可再生的这些问题，我们能不能用更加高效的方式可以把它做得更加好了，这是我们背后一直会去思考的一个点。是的。那你现在开始这个茶展的这个公司以后，那就是现在有点好奇，就跟我解释一下，就是主要就是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电杯子的这个东西，你自己的这个想法就是哇，我这会想要人家就是拿到我的产品后，他们想什么？他们想，其实我们一开始想的很简单，就是我想说，我现在喝这个奶茶，喝这个饮料，但是我在这个空间里面，如果都是用我们这个茶渣的元素去做的，例如是杯垫也好，我的家具也好，我整个空间也好，那我整个故事会非常圆满，还有我获得的 contents 会非常饱和。那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循环线是在我们整个维度里面的。那我用的杯子可能是原来它是 upcycling 过来的，我用的杯垫也是。那这样你会很自觉的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如果我直接跟你说你用一个环保的材料，你用一个环保的产品，那太过 hard selling 了。是。但是如果是你自己会注意到，你去感觉到，或者你闻到一个香气，闻到材料的香气，你自己就会思考更多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想把一个叫做焦虑你不环保，你把茶渣丢了，这个焦虑丢出来，它是没有一个发散性的，反而你自己想着我有这些 idea 去使用也好，或者想到，那对我们的会更加正向一点就是主要是要给他们一点，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想买这样的这个产品，像正好自己正好是这个，是像那就现在就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里都是这样的产品，都是这都就完全是都是茶叶做的。对。其实你看到这个版我们当初做很多，现在看到有很多产品但是过往来说，我们在产品或者材料的一个思考的点，没有想的，就是它的 selling point， 它没有会想得很深，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好的产品，我环保的理念
或是我做 upcycling 的，其实它是其中一个点。真正的需求是你真的觉得这个东西你能够用，你觉得有价值，那你才会使用嘛。这个在我们做 upcycling 或是我们做回收，然后把它重新再利用，它是我们的一个基础。我们要把很多基础先做好，但是我们背后自己要做的，我们的责任的不是。那在消费者，那他当然是希望用在他整个这个把我们用在整个空间里面，对他健康来说他是没有甲醛的，那他安心。那对于在整个他放到这个空间，对他消费者来说，他有一个无感的体验，他可以闻到香味，他可以看到它的 texture， 这样的 texture， 他最后他自己可以给传递下去，就是我们要把，就是我们不是自己把这个讯息传递下去，我希望是使用者他可以把这个讯息传到给他客户也好，消费者也好，那这个讯息才可以得以的我们说流通，才可以传递。那例如我们这个板它是完全没有砍伐生命的，因为我们用回收的资源，它是可以再生的。那我们真正就希望这个责任可以给到消费者，原来我坐在这个空间已经做了一份保护森林的一个责任但是不是我们硬塞给他，他当然一定是有这个需求能够使用。那后面我们就会希望我们这个材料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去承接很多不同各式各样的产品。那所以后面我们就针对可能是不同的场景，它有这个需求了，那我们就去开发产品。例如是我们针对是一些 luxury 的 hotel， 它有这个房间里面的需求，它不希望用那么多纸，不希望用那么多 plastic， 那所以在房间里面他们就会有很多不同的用品。那例如是这种各式各样在房间里面你看到的 tray 或是看到的一些资讯卡等等，那我们也是花了很多心思跟知道客户他需要什么，他想要什么，所以这种我们就会在很多不同的各大比较高端的酒店可以看到。那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传递的一个载体，是给到他们的消费者。例如是他们消费者看到原来我这个盘子，因为我们的材料我们都会有做 carbon footprint 的一个计算的，那我们有商链，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盘子原来用了大概是200克的一个茶的纤维，那它大概 carbon footprint 是多少，比过往我用可能是一个 plastic 的可能会低 60% 以上。那这是一个我看到文字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想象的空间了。另外我保护了多少平方的一个森林面积，因为森林本来它的碳吸收量我们是可以去做换算的，那所以在一个物件里面它就可以传递原来有那么多的资讯是潜在的在背后的，那也是我们后面做的很多努力。它这个载体只是其中一个它出现的形式，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些 database 的数据，我们这些数据是真实可以反映在无论是在他们集团里面的等等。所以我就像人家就是拿到你们的产品后，就是 do I have this right， 就是他们拿到你的就等等你们的产品，就是觉得本来就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就是后来都有一点 rebirth 了，就复活了。就是这样，就是可以让，就是你主要就是要看 how do you get people to care 嘛。或是让他们可以真的有不同的 connection， 它可以连接到他们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我说个人的范围吧，因为每个人他们都有不同的影响力。那如果是每个人的领域都透过很多的讯息可以扩大以后，那真正很多人都会有很好的一个 connection 是。那我真的闻这个产品你闻一下后，
是茶的味道。这本来是用什么的茶叶来做的？这个应该是我们混了很多的，因为我们收回来它很难固定它是什么样的茶叶，那所以它应该是我们说原生茶叶的味道吧。对，它就没有一个很特别的。我说这个是普洱茶啊，因为我们觉得其实也有很多客户说要不要你分一些啊，我要普洱茶的，我要什么茶的，我要什么茶的。那当然可以，但是我们希望是面向大众的，它是一个没有分那么多等级的一个材料，它是比较内敛一些的啊，因为你知道说啊，有一些普洱茶几百年的，它是非常贵，那有一些很便宜的茶叶，它又会很便宜，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它是每个人真的有机会可以用到。说得很好。今天我们来到你办公室以后，就是哇，后面都是这样的东西，还有就是一进来就是我都有点惊讶了，哇，那么深的茶的味道，就是整个办公室都是。所以前面你提到就是你后面的未来的计划，就是我现在有一点好奇，就是你自己的想法，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后来你做的这个产品怎么能改其他人的想法？如果是，其实我们也希望去把自己的东西或是自己公司的内容做得更加好，反而我们去改变可能是在市场上面的看法，我们难控制。对，因为在外部市场我们很难说我们要说这个市场我们希望怎么样去改变的，我觉得这是比较难的。反而我们自己慢慢一步一步做出很多改变，反而人家看到那会更加开心。那例如是啊，我可能一开始说我要做一个改变世界的什么样的东西，可能有点太大了，但是我们一步一步去做改进或是去做升级，那是我们现在的一条路径吧，一条路径。那我们更想做到的就是，例如是刚刚问到第一个问题，在茶渣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处理茶渣的量也微不足道，也没有很多，每天我们最多处理5吨，但是你刚我说的单独一家工厂可能一天都30吨了，那中国有非常多的工厂，那所以这个很微小的力量，但是我们希望它是可以慢慢有进步的，这我觉得绝对是需要做的，只是我们要用什么更加聪明的方式去做。所以现在我们其实很大部分来源都是从工业端或是茶园他们不要的过来的，因为那个比较稳定。但是在这个还没有人解决这个市场里面，我们也希望做出一点改变，真的是可以收到这些我们说不同网络的茶渣。那我们做的事情不一样的，我不要去每一家店这样去收，我反而做一个模式，把它缩小，是它店就可以自己去做 upcycling 的，自己去处理的。就是让大家自己处理自己的。对，在这个店里面就有能力了，他就不用我说去到很多的地方，你就当做是一个我本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upcycling 的工厂，我把它用科技的方式把它缩小模组化，然后做一个小型的处理工厂。那我们这个 concept 叫 ecosystem， 就是小型的，那放在这个地方它就可以例如我每天我喝完有一些茶渣，可能是我给到客户可以丢进去机器里面，他就可以自己去处理，然后不论他处理了什么，但是出来我一定能够用得到。那这种是我们的一个很新的尝试，所以我们之前在福建有合作了一家
店就是零碳的茶馆，那这个零碳的茶馆就希望我们做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骤都是可以这样子有一个循环的。那这个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模式。如果是我们做网络式布店，但是我这个网络足够大的时候，它就可以连在一起了吧。那所以我们无论是在澳门，我们会有自己的 ecosystem， 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东西去标准化，把它的标准化，自然它的数据 data 就会标准，到时候其实就可以去用这些数据去分析很多可以令到这个效率可以提高的这个模式，其实完完全全我们也会复制到其他的地方，例如是东南亚我说马来西亚它的自然资源很多，那他们也会有很多这种我们说植物的废弃物。那我们再远一点，我们去到巴西也有非常多，它有 coconut， 也有很多我们说他们当地的一些植物。那其实这个我们叫做按照不同的地方，我们去匹配不同的方式给到它，那才能够真的去，我不只是真的想帮助到一个地方，那更重要的是我这个模式这个想法是可以分享到全世界的，是我们想做的。那当然背后我们要做的R&D， 或是我们要做的资源，或是我们要做的管理系统等等，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就是这个是一个更 general 的问题，就是像你在做 R&D 的时候，还有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还有就是现在在设定一个 ecosystem， 你觉得会碰到什么困难吗？困难有一定是有大大小小了。我每一天都有困难，对，但是主要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做这个工作，我们解决完困难是蛮快乐的，觉得我们又做了一些好的事情，又好的改变。那当然对于我们投资人也好，外面的客户也好，更开心的他们是相信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第一个它很难可以快速看到一些结果的。是，我们不像是一个你去投一个饮料机，你投1块钱2块钱进去，我马上有一个饮料出来。那这是过往的一个经济模式，我可能做 trading， 我很快就可以有一个 markup，然后收到了。但是有没有想过，现在整个世界有一天它是非常不确定的，突然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如果是你每天投币，突然你投了它卡机了不出饮料，那你会怎么做呢？你踢那个机器吗？然后打那个机器打电话吗？其实会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那所以我们也会跟我们行业也好，投资者也好，去解释我们是一个非常长线的东西，需要有耐心。你说能不能看到一个很确实的结果，我没有办法回答，因为很不确定性。但是我可以说，我们现在做的目标也好，在做的事情也好，它方向是正确的，它一定是正确的。但是正确的时间出来，它的结果了是什么样子的，未来我们很难去想象，但是我们只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因为要做困难而且正确的事情，我才觉得我们现在做的东西才有价值嘛。对吧？但是在时间维度上面，我更希望我当作我是一个人来说，我希望我心灵是健康的，我身体是健康的，我可以一直持续的去做这个事情。
那我持续去做，我时间越久，我才可以看到结果嘛。不然我有一天突然我觉得我够了，我不做了，其实就等于我之前的时间是不是都浪费了？因为刚刚说时间是一个不可再生的资源嘛，那我们要投资呢，当然是我们投资可以看更长的维度。那每天我们就是在做，我们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能量，是我们可以一级去扩大去补充的。而不是做慢慢去消耗你的精力，消耗你的精神，反而我们现在工作的态度是这样子的也就是开始做茶叶之前，也就是以前做过，就是其他的就是也跟这个有点相关，有点相关的，对，有点相关，可以可以我分享一下以前过往我做什么，因为过往我是工业设计背景出身的，就是做很多产品上面的研发、产品的开发。那我第一个创业项目就是也跟回收有关，我那个时候是回收很多木头很多木材，然后因为我们在内地有很多不同家具厂的一些资源，会看到很多我们说很贵的木材被丢弃。然后被丢弃了，它就变成木材了，真的是柴火的柴那个时候就也是同一个想法，资源能不能重新再匹配，能不能重新再利用，然后就用很多废的木头做了很多不同的产品。那做了产品以后，我们是 to C 端的，是品牌，我们自己有一个品牌，然后卖给消费者，然后到不同的国家等等。那后面我们转到现在来说，换到这个方向也是遇到一些问题，不过这些问题现在看来也是一个机遇因为如果是当初没有遇到这些问题，现在也不会有现在我们茶生出来。那所以当初转到材料端，其实也是同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前作为专注做设计，然后设计一个产品，我一定是希望它可以很长远的可以陪伴着你嘛，我不希望你用了我产品就马上丢了嘛。但是往往遇到可能是我设计的很完美，每个步骤每个零件都想得很完美的时候，有很多问题还是不能解决的，就是我这个产品到底它材料用什么，环保属性怎么样我例如是我给我小朋友用，它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危害，会想到这个是在我设计师他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事情所以那当初也没有一下子我就要做这个，也是要慢慢去想，然后去做 research， 会找很多不同的资料，然后可能是问其他人先了解这个行业，然后我觉得这是我们想做的，也是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然后就开始做了。开始做的时候当然也要学习很多新的知识，然后团队里面也要有更多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人一起那这样子就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慢慢开始这样走下去了。那我自己一个想法就是像环保 sustainability closed loop 一直是有一点像给一个什么，就是像茶渣就抛弃掉了，可以给他一个第二次机会，可以让他复活。那我也很好奇，就是你在做 R&D 的时候，就是肯定第一次也不是成功的一次吧？对，当然我们做了很多，我们做了很多很多。一开始我们也不是先做茶渣，一开始我们是什么样的植物，我们都会拿回来试。只是刚好刚刚跟你说到的故事，看到这个契机，然后才想着，茶这个方向有点意思其实茶生它算是一个 POC， 它算是我们推出市场去试
水温，我们到底这个行业是有没有什么机会点，然后才拿到一些反馈的结果。然后后面拿到反馈的结果原来其实大众或是我们的客户能够接受这个事情，我们这第一个很开心的一点了。那当然我们就回到我们在运营公司的层面，那我们要更大的力度，要去开发，然后去做研发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什么新的东西，或是把我们自己的不足的地方补全。因为不足的地方可能是以前材料端一定是它没有一个完美的材料，它一定是有好有不好，只是我们可能它有一个很适合它的空间去放就是你把一个我们这个东西可能不适合用在某个层面的硬放上去，它本来就不配的，那我们要找到好像找女朋友一样要找到很多配合的场景，那是需要时间来磨练这个事情，才慢慢一步一步走。我们很难像很多科学家一样，突然我要做一个东西出来，它已经100分了，但是我们没有，我们是慢慢的去改进。也是的。那你觉得现在就是像你以前的那个位置的时候，你觉得会给他们有什么很好的 advice 吗？你说我给到我以前，是的，我以前的自己吗？是的。给到我以前的自己，哇，你这个问题我真的没有想过给到我以前的自己advice 没有 advice 没，因为我觉得给我以前自己，我觉得我做了对的事情，因为我总觉得 advice 或是 suggestion 给到人，它是一定是有一些好的东西你不满意的，但是我对以前过往我那个时间点来说，我很满意那个时候做的很多不同的决定，因为后面发生的可能做的不好或是问题，也不是当时他的问题，在后面慢慢这个问题出现了，我要去慢慢去解决，可能到我现在今天的在这一边，那所以如果是未来给到我现在今天，我也觉得很满意对，因为我现在来说，看当下会更加值得一点，我看过往或是看未来，这是我现在我觉得碰不到的，也不是我现在要 focus 的。我 focus 的就是我现在跟你聊天跟你聊的内容，才是当现在我们这个 moment 的一个价值。因为我们的产品，我们要做 blockchain， 我上到链上就是那一刻，我就是那个时间，这个时间才有意义。那刚才你提的就是上区块链嘛，就是这就是像，这有一点像你公司想做的，就是最后就是像做环保、做 sustainability， 就是像一直像 Renew 这样的产品，就是一个就是以前有很多公司他们开始他们什么新的产品，就是最后就是说哇，我们用了一个什么东西，再做一个那么好的东西，就是最后就没有很大的声音了。就是我看到就是你们想做的这个做法，就是你们真的就是在 making it real 嘛，就是你一个目标嘛。对。好的，谢谢今天来接待我们。那就是现在我们喝完这个茶以后，就是哇，你们这个订杯子的就是哇，派了很大的用场。那现在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谁用了你的产品后，谁看到你的产品，谁都闻到你的产品，你最后你觉得就是在手里拿着，你最后你想拿到什么故事，拿到什么感觉？或是我们更想使用者去思考的
可以很多层次的，不一定我们就一个方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我希望他去体验，我们很希望我们的消费者去体验这个事情，因为就算我第一个眼睛看到，我看到的颜色，我摸到它的 texture， 然后闻到它的味道，然后我可能听到它的声音等等，其实就是一个互动。真的有互动的东西，它才会给到你一个故事跟连接。但是更加我们自己去使用啊，就是我们自己去想，我更加会体验到是一个生命的，无论是生命的成长也好，生命的生长也好，生命的过程也好，可以去想的更加多的。就例如是我们这个，你可以拿这个盆栽给我们，对，就像是我们把这个生命缩小到我们说一个轮回吧，缩小到我们这个产品当中。我们这个产品本来是一个包装，它可以装茶叶，装完茶叶以后，它拿出来种植物，种完植物，因为我们产品是可以去做降解的，我就不用换一个大的盆子了。等它现在差不多大了，我直接把它放在大的盘子里面，它就可以变成它的养分。那这个延续这个生命的故事，是我们更想，无论是我们用可视化的方式，用体验的方式，可以陪着你去成长的。这个我更想有这个体验可以带出，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使用到我们产品的，那他们的想象的空间就可以更加大了。哇，那像这个刚你提到这个盆子，就是像这个，那你说的 close up 就真的没错，就是一开始这个茶叶又变成它对这个盆子，然后又为可能如果它是一个茶树，它回来一个养分，让这个茶树长大。哇，很有趣。好的，太是这个，不客气，谢谢。好的。